于老板，我来取之前订的花。欢迎光临，是这束吧？多谢。客人，您的东西掉了。看来你就是他的有缘人。他来自2000多年以前，柯正与天灾并存的大清末年，是一颗特别的种子，送给你了。哦，他已经等了太久，试试种下它吧。1000年前的种子，它还能发芽吗？喧嚣的屋檐，不露声色的木边，且看它清风两袖，一左一后后一点。藏满心事的物件，温润带笑的容颜，偏在这暗香一语成流连。传闻还是敷衍，在经过之后重遇，或是初见。之缘，他站在无尽的时间，守着回忆的光年。当灵魂停止蔓延，该去何处寻人面？那看似无情的语言，铸成记忆的诗篇。光阴到头终有时，不如一如既往千载执念。好黑啊！我在哪儿？感觉没办法呼吸了。多喝点水，早点发芽吧。好温暖。那个老板果然没有骗我，这真的是最特别的种子，已经7年了，你终于发芽了。我身体怎么变小了？这是在哪里呀？你还会说话呀？这里是象家坝，我叫象山。象山？和那个有名的霸王同名。我在做梦吗？你呢？可有名字？我姓于。等等，我叫于翠，翠写作山族。我的名字就好像咒他死一样。于，既然姑娘姓于，那我管你叫于娘可好？这就是我和象山的初遇。他说我是一颗特别的种子，种了7年才看到我发芽，所以我能和他对话，他一点也不奇怪。不过其他人看不见我。小山，今天去学堂怎么又迟到了？不学文武，只爱摆弄些花花草草，真是丢我们乡下的脸。哎呀，叔父，这是一盆特殊的花种。什么特殊的花种？天天抱一培土当个宝似的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叔父，学文不过能记住姓名，学武不过能以一敌百。山要学，便学万人敌。
果你有这样的志向，倒也不错。不过这世道瞬息万变，如果有一天发生意外，你可要好好担起责任来。放心吧，叔父。身为将军家的后代，象山真的很不一样。他与历史上的象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老实点，放开我！别动！你这小毛孩力气倒是挺大，居然想凭一己之力为这些刁民出头，真是可笑。口口声声说没有粮食，结果还不是被我搜出来了。溺水不纳者，重罪责罚。饶命！饶命啊，大人！这些粮食都是村民们明年用来播种的种子，你收走了，让他们明年怎么办？既然如此，我倒是有个好法子。交不上粮食的，都给我抓去服徭役，免了你们的罪。徭役不用交税，还能免受处罚，这可真是个美差呀！你这狗官！辱骂朝廷命官，大人呢？给我打！是。叔父，大人，是老臣教导无方，让侄儿冲撞了你，还请大人息怒。原来是项老将军的侄儿，难怪如此放肆无礼。罢了，不过项将军来得正好，这赋税就劳烦你替本官收齐了。别怪老夫不提醒，如若不足，可就算谋反了。干什么？本官可是大清皇帝派来的使臣，你想谋反吗呀？大清皇帝又怎么样？必可取而代之。对呀，说得好，这些狗官，跟他们拼了！如今皇帝失德，天下有志之人皆有责任取而代之。既然大人说我们谋反，如此，我项家便是反了。反了！山势必追随叔父。果真是那个霸王象山。姨娘，山，你回来了。先别靠近我，我手上沾满了血污，我先洗干净。山，你受伤了？这个不碍事，小伤而已。大部分其实是敌人的血，别担心。明日我们启程，路途艰险，可能还会遇到沙尘暴，但是我会保护好你的。都跟上！大家再坚持一下！然而，我们已经看得到大庆国都了。新皇暴政，惹得各地纷纷起义。现在大家都盯着那边，就看鹿死谁手了。有叔父在，我们项家军战无不胜。在战场上，你可不要如此狂妄轻敌啊！山，我们一定要去王都吗？无法避免，百姓都渴望尽早结束战争。我们会建立一个和平的时代。姨娘，到时候我就把你种在王都最大的宫殿里面，天天派专人照顾你。在那儿，你一定会开出最美的花。要想到达王都，那就是最后的隘口。然而，敌众我寡，唯靠智取方能取胜。你带100名铁骑从敌人后方造成骚动，
扰乱敌方阵型。出此带兵，万事要小心呐。大人，前军人太多了，顶不住了！没到定胜负的时候，给我挺住！少将军，上啊！快看，什么？城池失守了！做得好，将士们！敌人军心已乱，一举击溃他们！后方失守，我们会被前后夹击的，怎么办？怯战者，杀无赦！给我冲！好小子，不愧是我项家的好男儿。此战大胜，多亏你用计扰乱敌方军心。来，喝酒，不醉不归。余娘，好好喝呀！起飞了，不对，又睡着了，哈哈，骗你的啦！帅，恭喜你呀，你好厉害！我开始喝醉了，我还想说，明日带你去见一个人呢。好好睡吧。好久不见，小将军。你记得我？那你还记得当年送我的那枚花种吗？自然，这花需要用心培育才会成长。你这盆竟然快接近开花，可见你照顾得很好。这个人，不就是之前送我种子的客人吗？喂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喂！其实，我正是为了这朵花而来，有件事想请教你。你想问，此花何时盛开？是，余娘多年没有变化了。人有命，花有期。你可想过，天地为何有时节？花期之后，自然是尘归尘，土归土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要开花了。余娘，不如就像现在这样，留在我身边，可好？啊，这哪是我能控制的？山好像出事儿了，是我们离市据点的方向。少将军回来了，快开门！怎么会有敌袭？叔父呢？禀告少将军，老将军为了抵御敌袭，身受重伤，恐怕……老将军的伤，恐怕已经回天乏术，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呀。叔父，少将军，我们暂时守住了城门，但被秦军包围，我们的粮草也只够3日。他们是想等我们自行溃散，再来个瓮中捉鳖。可是，老将军已经阵亡了，我们……山，叔父大人的愿望是什么？杀了狗皇帝，灭了大清。就去完成他的愿望吧。项将军何在？靖王暴政，天下民不聊生。叔父已经阵亡，
在项家还有我。香山发誓，必击溃秦军，杀了狗皇帝，为老将军报仇。对，报仇！报仇！如今已经退无可退，即刻整备众人，吃饱喝足后烧掉粮仓，随我冲锋！ 之后，象山成了真正的霸王，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，我却被他留在了宫中。为什么留我一个人？我想跟你待在一起。战场危险，我已经失去了束缚，你就留在此处吧。那，你又为什么躲着我？至少让我见你一面。我身上沾满了血雾，下次吧，芸娘。 主公，新的战报到了。是。我觉得离他越来越远，再也不见那个温和的青年，只有血腥萦绕的杀神。不要！ 最终，他完成了叔父的愿望，一切都在往他所期盼的方向发展。但我待在这里，只觉得寒冷。好久都没有见到象山了。今日项王大胜，大家不醉不归啊！项王，军中习作必须严惩。 听说最近前线冲突，我军好像败了。不是吧？怎么办？敌军进到城里了！快跑！现在还来得及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芸娘，我带你回家。 我已经拜托了船家，等你过了岸，他会把你种在我们的家乡。你呢？你不过江吗？我要战至最后。芸娘，你先走吧。你为什么总是这样，不问我的意见？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安全的待在宫中？你又怎么知道我真的想要离开你，独自苟活？象山。 很久以前，你问过我的名字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现在你听好了，我姓羽，名翠，上山下族。之前我一直以为那是我对你的诅咒，但现在我明白，这是命中注定。 我会与山共存亡。芸娘，他在那儿，找到象山了。扔下我吧，我只为你而开。既然如此，芸娘，我们一起吧。
玉娘，你果然盛开出了最美的花。我是因你而发芽，也只为你一人开花。谢谢你，玉娘。人有命，花有期。我为你开花，也为你花落。种子开花了。楚歌声唱罢途空，生许相从似一从。老板，哇，哪来的花呀？之前去过的花店，最近有了新品种。客人，您的花苞好了。啊，谢谢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里还招人吗？世人都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次我肯定能种出虞美人那样好看的花来。哎，阿帕奇，别捣乱！我刚种的花。我要来抓你了，阿帕奇！被我抓到，只能待在笼子里了。老板，你就任由阿帕奇霍霍你的古董店，还有我的花。我店内设有几处机关，若是不小心碰到，即刻就会被困在其中，之后1000年无法动弹。可想看？这些机关这么厉害，快打开看看。阿帕奇怎么一下子安静了？估计他也很期待看看这些机关。那快让我们见识见识。阿帕奇，你从哪里窜出来的？哎，你别抓老板的鞋！哎，别跑！又跑没影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把店里搞得乱糟糟的。阿帕奇平时很乖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那么不听话。说不定是他不喜欢这里。怎么会？我就觉得雅舍挺好的，我很喜欢。老板，我问你啊，狗会汪汪汪，猫会喵喵喵，鸡会什么？幼稚。不对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咕咕咕。鸡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真幼稚。哎呀，来一起笑一下嘛，老板。那你的花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因为春去春会来，藕花谢花会再开。老板，要不你来帮我一起重新种吧？好。梦流连，心何处？不发一言是归无。花落归根，尘归土。不知一生后归路。有道古往今来，缘起只一念中。转头或
他现在是回来报仇的，千万不能把手中的伞借给任何人。既然你记得我，那你又怎会认错他？你怎么会经历这些？偿还罪孽，你偿还得起吗？